这期是过来解决一个常见的断网案例，看看本期的网络故障又会给我带来哪样的难题吧。今天不上班吗？今天没有空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就是他那个外网它连不上。外网连不上。他那个接收器，我让接收器也是刚换没多久。我这边看一下。那你那个公猫在哪里？先打开一台我看一下咯，我看那什么。这个都是内网的。都是内网，这些都是内网是吧？就两台外网那里。是哪台不能上？我看一下。那边都是内网，然后只有这两台是外网。这台坏了，那台是外网跟内网。这台外网，然后那就是说这台上不了。一般电脑断网基本上是路由器出了问题。起初我打算去光猫那边看看源头网络是否正常的。带我去看一下吧。正当我打算去光猫那边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电脑跳出来这个界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跳出这个来。这个界面就意味着这电脑第一次连接这个设备，于是我就查了下这电脑的 IP 地址是多少。我们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这个界面，然后点击以太网，再点击详细信息，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路由器的后台地址了。我浏览器输入测算地址后，结果跳出来了这个界面 TP-Link。这路由器让我重新设置密码，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人为还原出厂了。那么这个路由器会不会是主路由器呢？看来断网原因，我要找到这个设备才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我先看一下线路先。这里还有个交换机。于是我先打算搞清楚这里的线路先，因为他们这里有两个交换机的缘故，所以我得确定这电脑是哪个交换机负责的。好消息是，这个大交换机上面一个灯都没有亮，那么它就被排除了，然后就到这个交换机了。但是这下面的线太乱的缘故，当时我以为这白色线是连接电脑的，但是我拔了，电脑还是显示有网线连接的。这个时候我索性就把整个交换机电源给拔了，因为我怕这个电脑还不是连接这个交换机上的。好在我拔电了，电脑就显示网线断开了。这电脑确实插在交换机上的。由于他们断网是这个 TP 牌子的路由器引起的，所以我得找到这 TP 牌子的路由器才行。当时我就问了下小哥，你这边有个 TP 的路由器不？那边有个路由器。在哪？当时我以为运气挺好的，以为找到了那路由器，但是这个路由器它只接了一个弯口，很明显它不是我要找的路由器。整个里面只有这个路由器。这外网就指这个。那我就先查一下这个，我用我电脑查一下吧。为了知道这路由器是什么型号，我只能填写密码把这路由器给激活，然后进入后台看看了。我把路由器激活后，我在后台里面愣是没有找到它的型号，但是它显示300兆的路由器格外的显眼，因为现在随便一个路由器都是1000兆起步的，很少有300兆的路由器存在了。它是一个比较老的路由器了，所以想找到它应该不难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哥就和我说外面有个发射器，它是不是我要找的路由器？你说我那个算是路由器吗？在哪？那你们之前是怎么上网的？之前正常，然后突然就有一天，就是断断续续嘛，然后搞那个什么过来，他那个什么，然后我就让小哥带我去外面看了下。这个接收器上。你这个是网桥，这网桥是打到那边的。我看到这网桥是对到那边的，然后跟他们主路由器在对面不成？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他这个另头我看一下。你带我去他，对他另一头。于是我就让小哥带我去对面看一下。但是那边的话，那边放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，我不知道他就给我从这边发那个。那行。我看到了，他是从这边发过来的。当时我是想找到他们主机房的，但小哥说这里的设备非常多，他也不知道我要找哪个设备，所以只能带我挨个来找了。
这里我看有个交，但是交换机也不一样啊。嗯，这交换机，你这个交换机是废弃的。我来到了第一个房间，都不亮这里只有一个不亮灯的交换机，那么这个房间就被我排除了。后面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房间非常多，这样找下去没完没了了。顺着线，所以当时我只能顺着网条线路再找找看了。我看到一条白色线，等一下，我顺着线，我看它能不能找到。我发现有一条白色的线，我靠，这里还有个交换机哦，还好我不修监控，修监控真的是那血压高哦。我看到这白色线是到哪的？他这网线大机，但是我看到有一条白色线，喂，不见了。我知道你断网的原因，但是我要找一下。喂，这白色线进去了。这里是你们的地方吗？我好不容易顺着网线知道它是通向这个房间的，但小哥却和我说这个房间是别的公司的。后面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排有好几家公司。当时我就怀疑我可能看错了网线。正当我准备重新找线的时候，小哥又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试试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我想要找的设备。这里面吗？这里面有人吗？进来了这个房间，我又看到了一个 TP 的路由器。很可惜的是，它是没有插电的。当时我找了半天，这个房间也没有我要找的设备。有个管信号啊。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是不动啊。这个都不亮，你这个也不亮，你这个都不插电。那你们是怎么上网的？看来还是得去网桥那边顺着网线才行。我再看一下那个网桥那条线，我爬上去看，我再确定一下它是通到哪里的。邪门了。当时我一路顺着白色网线的时候，小哥又给我提供了个线索。它里面还有个宽带，它里面好像有个路由器啊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哪里？在沙发旁边。再看看，看看。也不是吧？是吗？开始我以为这里也不是，但是直到我看到了这模块我太熟悉了，它就是给网桥供电的。那时候我就基本确定网桥就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这个交换机上这么多条线，它的网络源头又是哪一条呢？很可惜，这个小哥对这种一概不懂。当时我打算拿电脑来测的时候，没想到小哥那时候就打电话问人，这个交换机是通向哪里的？没想到他还真的给问出来了。于是小哥就带我去那边看一下。这里面吗？不过小哥问的那个地方，距离刚才那个办公室实在是太远了。我和小哥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这里。打开门的时候，我发现啥都没有，加上距离那么远，那时候我就怀疑小哥是不是问错地方。不过好在我当时还是坚持把这个房间给看完。也没有啊。他这个门外面这个算数。等一下，哦，这里。虽说这里找到了大量的设备，但是仍旧没有我要找的那个300兆的路由器，而且这些设备还不一定是负责他们公司的，所以我又和小哥去其他房间找了。算了，应该不是。那边好像还有个箱子。还有个箱子。也不是吧？由于其他房间也找不到那个300兆的 TP 路由器缘故，所以我只能折返回去了。那时候我只能回到这里，用电脑接上交换机，试试这里能不能找到那个 TP 路由器的踪迹。当时我查了电脑地址，果然这里也能找到那个 TP 路由器。为了验证一下，我浏览器输入了后台，确实是这个路由器了。于是我就开始了长拼找线。拼灯后，一旦我拔对了线，那么这条线就是我要找的了。当时我发现1号口没亮，所以我就选择拔2号口。
结果运气挺好的，我就拔了一条，它拼就超时了。看来这条线另头就是那300兆的路由器了。当时我看这条网线有个2的标签的时候，于是我就问了下小哥，那这里有个2的标签嘛？你们这边有没有房间2？没有，我都很少过来这边的。那行，那我找到问题了，但是我还要找到那台设备，只能这么玩了。既然小哥不知道，那么我只能上巡线仪了。当时我就去悬疑最大的房间开始测。希望通到这里的。喂，这里有标签啊，有2。哦，还真的是这里。原来这里确实是他们的网络源头，那这台就是他们的主路由器了，但上面写的是1900兆啊。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台显示300兆的路由器是2级路由，它正在干扰整个局域网，我必须要找到它才行。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交换机开始了长篇，通过拔线看看它2级路由器是哪条线上的。结果运气挺好的，我拔了3号线，天就超时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网线了。当时我电脑重新刷新了下 IP 地址，网络就给恢复了。然后我就和小哥一起去大厅看看网络有没有恢复。小哥，走吧，去看见那边网络恢复了没？我来到了大厅，我同样给电脑刷新了下地址，电脑网络就给恢复了过来。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，因为那个2级路由器还在，我必须要找到它才行。当时我不知道这3号线是通向哪里的，所以我只能用巡视仪挨个房间来测了。但是很多房间都处于关门的缘故，期间我更加担心这个网络是和其他公司一同使用的，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路由器了。眼看要陷入死局的时候，这时候一个 NTC 就登场了。啊？网络还是不行啊，我这边的 WiFi 就不行啊。哪里的？就这边的 WiFi 不行啊。这里的是吧？对啊。WiFi 不行是吧？对呀、那 WiFi 在哪里？我在隔壁房。那你带我去了，我看见那 WiFi。那个。既然他说有个 WiFi 无法正常使用，那么我必然要过去看看。开不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开不了，居然换了好几把钥匙才把门给打开。是这钥匙不？我看你。哦，你这里还有办公室，开一下灯咯。你灯开不了，那个位置。哪个？在那里。没看到。这个吗？对啊。我的天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多亏了这个 NPC， 我才把这个路由器给找到。就是了。啊？就是我。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 WiFi 把你整个网络扰乱了。是什么情况？那现在是没有了。肯定没有啊！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我找了多少个房间不？后面我查明了，是有人把路由器的烂口接到了交换机上，然后他把 IP 地址释放了出来，导致整个局域网都受到了它影响。所以我要把这条网线给拔了才行。我把网线给拔了，再把这路由器设置上网，从此他们网络又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好了，这是典型的2级路由器烂口释放 IP 地址导致断网的案例。希望本期台杂故障会对你有帮助。